2025年普通人如果想要修真，需要注意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太乙金花宗旨，懂的人麻烦收藏之后尽快观看，因为你们知道的，这种视频在平台上面坚持不了多久。另外我再三强调一下，这个视频不是什么封建迷信啊，而是出自于道家全真派的祖师爷女主吕洞宾之手，是道门的修行之法，原本真的是不外传的秘术，后来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现的事，结果被德国的一位汉学家叫做魏礼贤，这哥们呢本来来华是在宣扬他们那边的教义的，所以其实是很看不起中国文化的，结果无意间在崂山接触到了全真派的修行方法，也就是太乙金花宗旨，于是完全就被咱们国术的博大精深给沦陷了，并且不仅自己参悟，还翻译成了德文，还搞了一本叫做《金花的秘密》，还寄给了自己的一位好友，也就是近现代西方大名鼎鼎的心理学泰斗，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荣格。如果有朋友对这位老爷子的名字还不是很熟悉，那我告诉你，荣格8维 MBTI 的测试，什么 INTJ、INFJ 什么的，都是起源于这个老爷子的理论。那么荣格当时又是什么情况呢？在1913年的时候和自己的老师弗洛伊德决裂了，当时他还是个啥都不懂的傻孩子，知道吧？这么离经叛道的和自己这么牛逼的老师对着干，因此在当时学术界是被孤立的，所以就一直一蹶不振，直到看到了魏礼贤给他寄过来这本《太乙金花宗旨》，不开玩笑看完之后直接就开挂了，然后通过自己的幻境写出了现在心理学领域必读的神作《红书》，并且里面的很多手绘插图都来自于对太乙金花宗旨的幻象。然后为什么当时魏理学那本书要叫《金花的秘密》，是因为道家认为当一个人修为到了一定的程度，眼前的天目穴会出现一个明亮而奇妙的图案，而这个图案有人画下来之后发现是曼陀罗，也就是魏理贤所说的金花。并且你更想不到的是，荣格发现这个图案不仅仅在东方的修真人身上出现过，在西方很多他们认为的精神病患者在没有任何暗示的情况下所画出来的图案是一模一样的。于是荣格对这个问题开始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属于荣格最伟大的理论，也就是集体无意识和潜意识理论。他把对生命所产生的无意识直觉以及意识的本源用科学用心理学的方式给表达出来了。所以最为讽刺的是什么呢？这个理论到最后居然是出口转内销，我们很多人因为看了《金花的秘密》以及荣格的《红书》，才开始了解到原来道家有一本神作叫做《太乙金花宗旨》。所以不好意思，扯得有点长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还是要有文化自信，不能搞那么多崇洋媚外的东西。然后我们进入正题，所以这部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修行秘法和荣格所提到的无意识、潜意识到底是什么关系？道门又是如何通过这个秘法来修行的？我们开始来好好的说一说。首先你要知道，道门修行有2种方法，一种叫做内丹术，另外一种叫做外丹术，两种都很牛逼。我们先来说外丹术。外丹术就是秦始皇求的丹药，以及明朝的嘉靖皇帝天天都在服用的丹药，而念这种丹药的人叫做方士。外丹今天我们不讨论了，因为你反正知道这个是整个化学学科以及什么炸药这种东西的祖师爷就够了。然后什么叫内丹呢？修真小说都看过吧，什么金丹期、元婴期，其实都源于这个。内丹之法认为以人身为丹顶，以身中之气为媒介，对精气神不断的精炼，就能结成金丹。那么金丹也就是内丹，结成之后呢，就能在3界之间自由来往，这就是俗称成仙了。但是今天我们不说这些小说里面的东西我们来说到底这个所谓的内丹要怎么样才能修成，然后和荣格所说的潜意识又有什么关系？太乙金花宗旨提出人在一出生的时候就是有元神的，而这个东西和宇宙的本源是相同的。元神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没有元神，人就没有办法去感知外物，也就没有办法去形成自己的认知。所以元神是最高的生命存在形式，它是一种无法被观察的能量，在道家它被称为气，或者叫做先天一气，它是宇宙中最原始的能量，而张志顺老爷子的气体源流研究就是这个。那么修行所修炼的就是这个气，而正是因为气的存在，人才可以产生精神、意识以及魂魄。所以既然气这个东西万物同出一源，所以人也可以借助气来和宇宙万物沟通。道家的修炼和冥想其实就是释放出自身的气来和天地进行链接，最终达到天人合一。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道就是指宇宙初始的那个基点，混沌之初万事万物的本源，被称作为是太乙。而太乙生成气，气化阴阳，阴阳和气又会不断的纠缠，生成三合万物，所以这个气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会问，既然气已经被定义的这么明确了，为什么还要修炼呢？直接去找到它不就完了吗？但是往往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每个人随着自己的不断成长，都需要去适应环境，并且人自身也是有欲望的，也会有喜怒哀乐，也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外界的信息，而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由食神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在道家看来，人的精神力由2部分组成，
一个呢叫做元神，这是先天的，是所有人和事物的本来面目，是生命力量的核心。而另外一个呢叫食神，是后天的，是操控人感知、思维及情绪的，主管着各种各样的欲望的东西。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食神会越来越强大，甚至把元神完全赶出去。你知道人是很容易被欲望、各种纷杂的思绪和固定的行为模式所掌控的，慢慢的每个人都会忘记本来的自己，然后错误的把食神的所有的思维引导习惯误以为就是自己。那么长期这么下去，自己的元神就会消散殆尽。比如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所有这些情绪和心欲都会损伤自己的元神。那么如果一直这么下去，一旦肉身走到了尽头，而元神也会消散殆尽，那么就真的是挂了。所以道家的养生认为养神为上，养气养形为辅，而这里面所养之神就是元神。所以再进一步来说，啥叫修真？修真就是不要让自己的食神做主，而要让自己的元神归位。那么具体方法是什么呢？第一，通过各种呼吸吐纳、运动，让自己的身体变好，先让肉身强壮，然后才有资本开始精神训练。第二，要自然的内照、自我观察、自我觉知，这一点呢和冥想非常相似，但是记住一定是与自然为一体的，而不是刻意为之。然后只要是内照的功夫做到位了，自己的元神就要越来越强大，慢慢的你就能重新让元神成为自己的主人。但是仅仅是元神开始做主了还不够，你只是踏入了第一阶段。按照小说里面的说法，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刚刚到筑基期吧。然后你还要不断的炼化掉元神里面的不纯部分，才有可能结金丹。所以是任重而道远啊。